人类养猫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8000年前，最初人们只是为了要防止老鼠损害粮食，但随着时代演进，猫已经成为人类不可或缺的生活凉伴，更有不少人自称猫奴，家里的猫咪就是他们尊贵的主子。其实把猫宠上天也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古埃及时代，猫就被视为神圣的象征，在不少的文物和壁画中都可以看到猫的踪迹。我们可以看出猫在古埃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会成为猫奴呢？在人们仿佛为猫而活的时代，我们又能不能找到某种解释呢？如果背后是因为寄生虫，你又敢相信吗？大家好，我是矿工熊。人生的阅历就像挖矿一样，需要一点一滴深耕累积而成的。让我们每次花3分钟，开采出属于自己的宝石吧。这次我们要聊的是，为什么人类那么喜欢猫？我们都知道，猫咪是种惹人疼爱的动物，动作优美，喜欢打瞌睡，很有自己的想法，但又不禁令我们会好奇，到底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可爱呢？在我之前的影片有提到，可爱的标准或许是我们基因里面就写好，而觉得可爱既是我们演化的推动力，也是我们繁衍出来的产物。当我们看到大眼睛、圆滚滚的脸和身体，脑部就会释放出多巴胺，让我们感觉快乐和愉悦。但撇除基因不谈，又有没有什么原因令我们那么爱上这个物种呢？有科学家就提出了用寄生虫学来解释这个现象。寄生虫学是一门研究寄生虫与宿主两者之间关系的科学范畴，其中指出一些寄生虫能够影响宿主的行为，借此保障自己的生存和繁殖。这在自然界中并不罕见，其实叫做寄生虫有点不恰当，正确来说应该叫做寄生物，因为能够寄生宿主的不只是昆虫。在热带森林中有一种名为偏侧蛇虫草的真菌，它会寄生在蚂蚁体内，蚕吃蚂蚁的身体来获取营养的同时，控制蚂蚁的肌肉，让蚂蚁离开巢穴或觅食路径，到一个温度与湿度都适合真菌生长的位置，咬住叶脉直到死亡，而真菌的孢子液会从那里散落，感染其他蚂蚁。要更加了解寄生物对宿主的行为操纵，首先我们要知道，许多寄生物的生长阶段和繁殖阶段都需要寄生在不同宿主身上或体内。如果转换宿主失败，那么寄生物就无法完成自己的生命周期，不能留下后代就消失，所以寄生物才会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去突破自身的困境。以铁线虫为例，铁线虫是一种雌雄异体的线性寄生虫，成虫呈细绳状，栖息在水田、河流、池塘中。进到水中后，成虫不会再进食，而是会产下数万颗卵，虫卵在水中孵化，被蚊子和蜻蜓的幼虫吃进身体里。当蚊子和蜻蜓长成后，又刚好被螳螂捕食，这个时候铁线虫会转而寄生到螳螂体内继续发育，直到它们成熟了，就会驱使螳螂跳入水中淹死，好让它们回到水中完成产卵的最后任务。怎样？是不是很可怕呢？请放心，因为虽然铁线虫也会寄生人体，但不会发生像螳螂一样的事。不过现在要说的就不同了。弓形虫的主要宿主是猫科动物，特别是我们非常爱的猫咪，而弓形虫也能感染其他哺乳动物，以确保自己的生存空间。当猫科动物感染弓形虫后，弓形虫就会在它们的肠道内繁殖，而卵子则会经由猫的粪便排出体外，感染下一个宿主。有研究表明，感染弓形虫的老鼠会表现出不那么怕猫。通常情况下，老鼠会对猫咪的气味产生警惕，继而避开它们，但感染了弓形虫的老鼠则对猫咪的气味变得不敏感，甚至可能对猫咪的尿液产生求偶反应。这种行为的改变可能会使老鼠更容易被猫咪捕食，进而使弓形虫能够回到猫咪的肠道进行繁殖。那我们不谈老鼠，看看我们灵长类的近亲吧。非洲豹是黑猩猩的主要捕食者。在1991年，专家检视了象牙海岸一座森林在5年之间的记录，估计在那里的黑猩猩平均每40个月就会遭到豹的攻击。久而久之，黑猩猩对豹的气味也深怀戒心。于是在中非加蓬的一个保育中心，科学家对33只黑猩猩进行嗅觉测验，发现其中感染了弓形虫的个体
对豹的尿液反而会更感兴趣。这也意味着，当黑猩猩感染了弓形虫之后，被豹攻击的风险也因此提升。但最重要的是，弓形虫也会寄生在人体的。对于人类而言，弓形虫感染目前是没有明显症状的，但对于免疫系统较弱或怀孕的人，感染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例如癫痫、协调不良、心智发育受影响等等。有一些研究表示，弓形虫感染可能与一些心理和行为转变有关，例如寻求冒险、注意力下降、反应延迟等等。然而，这些结果都仍然需要更多的研究去确认。至于寄生虫会影响人类的心理，使它们更容易受到猫的吸引吗？目前只能说不排除这个可能。虽然寄生虫理论上能够操纵宿主的神经系统，影响它的情感反应，令它对猫咪产生强烈的情感联系，那终究只是假说。再者，大自然里存在着共同演化，寄生关系也可以经过长年累月演化成共生关系。就像我们细胞里面提供能量的粒线体和植物细胞的叶绿素一样。所以哪怕我们成为猫奴是出于什么原因，你对猫咪的爱是真实的，请继续爱惜你身边的伙伴，为彼此留下幸福美满的回忆吧。那么，下次你又想知道什么呢？欢迎留言告诉我。如果你跟我一样，对事物都感到好奇，总爱寻根究底，欢迎订阅这个频道。我们下次见。